我想放郝家姐姐走，她太可怜了。加入二少主府之后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从一个明朗的人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没有办法坐视不管。那你想清楚了？段思风有攻击的秀女是大事儿，二少主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不能连累你，你能不能写封休书给我，先把自己撇清？对不起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兔死狐悲，除了我们，没有人能救他了。你想做什么就去做，但这种话不要再说。谢谢你，我只是觉得一个人已经很难了。如果再因为我出什么事儿，我会内疚死的。问什么难都不用怕，有我在。我走的这么不管不顾的，你们不会有事吧？别担心了，车上还有人等着呢。佳儿，娘，佳儿啊，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娘一收到你的信啊，就紧赶慢赶的跑过来了，还好赶得上送你一程。哎呀，娘，对不起，我原本想在这二少主府立足，好好过日子，可是姨娘从家里带了车夫来，人很可靠，你就放心吧。回济川路上的东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先去我家避避风头，等风头过了再说。小薇，不知道怎么感谢你，大恩大德。不谢不谢，只要你以后过得开开心心的就好。哪怕是为了孩子呢。这个孩子我已经想好了，他的乳名就叫长乐，意思是长久的平安喜乐。等他出生之后，认你做义母可好？好，我一定当好这个义母。只是你自己要更爱自己一些，不然怎么有能力去爱其他人呢？这天大地大的，你一定会活得逍遥又自在。别哭啊！去吧。走。姨娘，哎呀，
娘，这一路过来辛苦了，来，喝点水。怎么了，娘？佳儿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一离开，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自打你嫁给二少主之后，这贴补娘家的可都是二少主给的赏赐啊。可是你这一走，你以后拿什么傍身呢？娘，这个你放心吧。李薇他们现在做生意做得很大，风生水起的，我以后可以跟他们一起做。哎呀，娘怎么可能不担心啊？你跟李薇她不一样，李文璧只有一个妻子，他又那么的疼爱李薇，你自己也说过，这李薇的夫君啊，对她是很好的。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他夫君有的是人帮他兜底。可是，咱们娘俩可什么都没有啊。娘的意思是希望我回去。娘怎么能不希望你好啊？可是你这一走，二少主要是问我要人，我跟你爹可怎么办呢？新川少主雷霆之怒，燕川主要是拿你爹开刀，那我们全家可就没法活了。所以千里迢迢的跑过来，不是为了送我离开。那你给我写那么多信，让我保重身体，你是想利用我？娘怎么能是利用你呢？家里这么多的庶姐妹，娘费了多少心思才把你送来新川。好在你也争气，这遇上了二少主，还怀了他的骨血。这好不容易到了这一日，你该保重自己才对。佳儿啊，娘知道二少主他对你不好，娘也心疼。可是有他护着咱们，咱娘俩才算是有人撑腰啊。唉，这女人一辈子也就这样了。这夫君就是我们的东家，这跟东家讨饭吃啊，总是很难的。忍忍吧，娘这后半辈子可就指望你了呀。少主，慌慌张张成何体统？你在干什么？侧夫人呢？侧夫人，侧夫人的人呢？吕明，妾给少主沏茶去了。听下人说，少主忙于政务，夜里忧思少眠，妾沏了安神茶给少主。好茶，你有身孕在身，竟还惦念着我。这些事情嘛，让下面的人去办就好了。妾总想着为少主做些什么才能安心。前阵子，妾让少主不开心了，妾是害怕这肚子里的孩子不能让少主满意。但少主放心，妾今后定将好好将养身子，听取张神婆的叮嘱，努力为少主生下长子。
你呀，要是总能这么听话就好了。我也不能久留，过几日我再来看你。恭送少主。好茶。侧夫人，您怎么又回来了？夫人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让你走了吗？我母亲说的对，我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根本活不下去。况且我一介残躯，为什么要连累你呀？我跑了，少主震怒，夫人是能保得了你，但也免不了不柔之苦。我没跑，大家也就都安然无恙了。即使我日后生下的是个女儿，我想少主也会念在往日的情分上，照拂一二吧。我母亲把我教养成今天的模样，我却也只能做金丝雀、笼中鸟，哪有什么独自生活的能力？我和二少主一样，没有什么区别。他依靠着夫人的母亲阿嫡出的身份，我连累着李卫他们和你们。我们都是无能的人，只有将死在这宅子里，才是我最终的归宿。郝家姐姐托我还给你，说是谢谢你。是我犯傻了，原以为他母亲是来帮他的，结果听律明给我们传话的意思，反倒是被自己的母亲推了一把。郝家姐姐的母亲可能只是想郝家姐姐可以嫁入高门，庇佑他们全家人。这是个什么母亲啊？自己的女儿已经过得这么不幸了，她还强逼她忍下来。郝家与咱不同，说穿了，大家也算是在后代中成长，自有底气。但郝家是靠着察言观色活到现在，这过程里，他又经历了多少人心易变、翻脸无情，所以，他根本不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。郝家姐姐从来都没有可以一直拖着她，不让她跌下去的家人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从今以后，咱们就是她的家人，咱们拖着她。